大家好，我是 Sophia。你有没有在某个普通的夜晚，忽然对自己说，我这輩子就這樣了嗎？那種感覺不是崩潰，不是難過，只是靜靜地看着天花板，心裡空了一塊，說不清哪裡不對，卻怎麼也睡不着。如果你也有過這種感覺，今天這段視頻是我想送給你的禮物。瑞士心理學家卡爾·榮格說過一句話，我第一次讀到的時候，在那一頁上停了很久。人生前40年只是一場調研，調研是你在探索世界、適應社會、摸清楚生活是怎麼回事的過程，而真正的覺醒往往在40歲之後才發生。我知道這聽起來像雞湯，但我想跟你說幾個真實的人。J.K. 羅琳32歲才開始寫《哈利波特》，那時候她是一個獨自帶着孩子靠救濟金生活的單親媽媽。40歲之後，她成了全球頂級作家。俞敏洪，新東方遭遇最大危機的時候，他已經40多歲了，沒有躺平，轉型直播，再次站了起來。除了這些名人，我身邊也有一個例子，一個做了15年會計的朋友，在42歲那年突然辭職去學了木工。現在他的手作工作室雖然不大，但他說他過得很開心，很踏實。這些人有什麼共同點？不是天賦，不是運氣，而是他們都在以為太晚了的年紀，重新開始做真正的自己。那我們大多數人40歲之前到底在做什麼？說實話，很多人都活在別人期待的那個版本裡，考好的大學，找穩定的工作，結婚生子，努力符合一個成功的人應該有的樣子。一路跑，一路適應，一路把那些藏在心底的願望壓下去，告訴自己等以後再說。然後有一天可能是一個很普通的下午，你忽然意識到我好像一直在演一個角色，但那個角色不完全是我。榮格把這個時刻叫做個性化的覺醒，你開始不再為外界的評價而活，開始想搞清楚你這個人去掉所有頭銜和身份之後，真正想要的是什麼。這不是中年危機，這是一路長跑後的覺醒。40歲之後，有幾件事悄悄變得不一樣了。以前在酒桌上不敢放下的杯子，現在你可以坦然地換成一杯熱茶，轉頭去看窗外的夜色而不覺得心虛。你開始願意讓自己不完美了。以前維持成功、優秀的人設活得很累，現在你慢慢發現，真實比完美更讓人輕鬆。你開始精簡社交圈了。那些讓你每次見完都覺得更累的關係，你不再強迫自己維持了。而那些讓你一起笑、一起成長的人，你開始更珍惜了。我自己走過來，最想說的一句話是，人生的前半段，我們很多時候在響應這個世界對我們的要求。人生的後半場，才真正輪到你問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？這個問題值得你認真坐下來想一想，不是為了找到宏大的答案，哪怕只是一個很小的方向。什麼事情讓你做的時候忘了時間？什麼事情做完之後，你覺得這一天沒有白過？從那裡開始就夠了。最後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如果你的人生是一場電影，上半場你和大家一樣都在演統一的劇本，那麼下半場你願不願意演自己特有的劇本呢？如果想，請在評論區打1。我是 Sophia，在這裡陪你找回那個真實的自己。我們下期見。